继续哦。I am a moon bear. Thank you for finding my cub. How can we help you? I have a birthday present for a bear named Pink. There is a second type of bear here in India. That shaggy fur fellow over there is a sloth bear, but no one here is called Pink. 舒淇和迷途的小月熊说着走着，不知不觉中就来到了印度北部的一座森林。在那里，他们奇迹般地遇上了小月熊的妈妈。小月熊兴奋地扑入妈妈的怀抱，他们互相亲昵了好一阵子。月熊妈妈抱着小月熊向舒淇打招呼和道谢。她说：非常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小宝贝，我们在逃避人类的追捕时意外失散了，我正在到处找它，请问我有什么可以为你做的吗？舒淇便向月熊妈妈道明了自己的送礼任务。月熊妈妈想了想，说：我在找小月熊的时候发现，这片森林里还住着另一种熊，它们是懒熊，不过呢，当中都没有叫小平的。或许你可以去问问他们呢。舒淇觉得月熊妈妈的提议不错，便向月熊母子告别，到森林的另一边去了。幸运的舒淇正抢在一个倒下的浮木边，撞见了一对毛发浓密又蓬松的懒熊母子。舒淇询问：我叫舒淇，请问可以打扰一下吗？我想要把生日礼物交给一只叫小平的熊。Look, how long my claws are. I use them to rip open ants' nests. I can eat thousands of ants at a time. I'm a sloth bear, and I carry my baby on my back. Suki, these ants have got a clue for you. Come and have a look. 懒熊妈妈露出了一个缺少门牙的笑容，说：恐怕你真的是打扰到我了。你看，我们懒熊的爪子可长着呢。我利用长爪挖开浮木里的蚁穴，把四处窜逃的白蚁吃掉。我的耳朵覆盖着长毛，鼻子可以暂时关闭，唇内没有门牙，嘴部又具有高度的伸缩性，所以我可以一次吸食上千只的白蚁。哈哈哈！我现在可忙着呢，不如你问问我背上的小宝贝吧。他可是很有学问的小科学家哦。舒淇想起美洲黑熊请他吃虫的可怕经历，害怕得赶快看向毛茸茸的小懒熊。小懒熊拿着放大镜说：舒淇，快来看这些白蚁，好像有线索哦。透过小懒熊的放大镜，舒淇看到逃跑中的白蚁们呐喊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我们最怕的就是懒熊和马来熊。诶，马来熊？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熊类。3岁前都喜欢伏在妈妈背上的小懒熊说道：对，马来熊就是我们的熊亲戚呢。你可以到马来西亚去问问他们。舒淇高兴极了，向聪明有学问的小懒熊说再见后，又马上出发了。This is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of Borneo, the third largest island in the world. It's home to some incredible and rare animals, including proboscis monkeys like me. Has anyone seen a bear called Pink? I'm called a sun bear because of the pale fur on my chest. Some people say it looks like a sunrise. My 20-centimeter long tongue is perfect for scooping grubs and honey from bees' nests. 舒淇跨过大山，跨过大海，终于来到了马来西亚东部的婆罗洲。前来迎接舒淇的是一只长相奇特的猴子。他说：欢迎来到世界第3大岛婆罗洲，这里是婆罗洲的热带雨，这里也是许多稀有和奇特的动物的栖息地。这些动物包括像我这样的长鼻猴、侏儒象、红毛猩猩、犀鸟、飞鼠以及马来熊。舒淇一听到马来熊就问：会不会有一只马来熊叫小平？突然出现了一只马来熊，他说：我是马来熊，也叫太阳熊，
我常常在这一片森林寻找各种食物，所以很熟悉这地方。我很确定这里没有叫小平的。听了舒淇的经历之后，马来熊说：“你要找的小平，会不会是我住在中国的亲戚呢？”舒淇灵机一动，觉得应该就是他了。你有猜到小平是谁了吗？根据马来熊的提示，舒淇马上动身前往中国四川。等等，我们还没介绍马来熊啊！别担心，舒淇在离开婆罗洲之前，已经参加了一场太阳熊日记者会。通过动物报记者和太阳熊专家的交流呢，舒淇其实已经学到了很多了。而这段精彩的故事，我们将会放在这一集的最后哦，千万别错过哦。This is the Chinese bamboo forest, and you must be Ping, the panda. It looks as if I got here just in time for your birthday party. Thank you for coming such a long way to find me, Suki. And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y present. I love teddy bears. 历尽了千辛万苦，舒淇来到了中国四川的竹林，也终于见到了名字叫小平的什么熊猫。你们都有猜到小平其实是一只熊猫吗？舒淇刚好赶上了小平的生日派对。小平对舒淇说：“谢谢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找我，还带上了尔莎送给我的礼物——泰迪熊。我很喜欢这份礼物哦。” A letter came for you, Suki. I think it's from Ursa. Dear Suki, thank you for taking Pink's present all around the world. We hope you met lots of our other bear cousins on the way. How many types of bear did you meet? Come home soon. We are missing you. Love, Ursa. 小平的爸爸请舒淇一起参加生日会，并告诉他有一封来自北极的信。信里的尔莎说：“嗨，舒淇，谢谢你为了帮我们送小平礼物而走遍全世界。我们希望你见过了我们其他的许多熊亲戚。你还记得你见过了多少位熊亲戚吗？我们想念你了。愿你早日安全归来。”舒淇听了很是高兴，她成功完成了这一项的任务。她参加了小平的生日会，也听了很多关于熊猫的故事。至于是什么故事，你想知道吗？想知道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哦。我们可以再安排做一集关于熊猫的自然科学故事哦。我们的熊故事到这里也就圆满的结束了，耶！鼓掌！当然，在此我们也祝福北极兔舒淇顺利回到北极哦。耶！我们跟着这个舒淇的环游世界一圈，认识了生活在不同地区的熊族。还记得有多少种熊吗？每一种熊的特性又是什么呢？忘了可以回看多看几次无所谓的 ，OK。然后呢，记录在你们的小活动纸里哦。现在是我们最激动的时刻，因为万众期待的太阳熊日记者会就要开始了。OK， 首先让我们介绍这场记者会的重要人物哦，他是来自沙巴山打根 BSBCC Bornean Sun Bear Conservation Center 的熊专家黄修德博士。他也是大家心目中救熊英雄熊爸爸。那熊爸爸黄修德博士呢，在学生时代便开始研究马来熊。他发现位于婆罗洲的马来熊因为各种因素而导致数量锐减。为了守护濒危的马来熊呢，黄修德博士与沙巴野生动物局、沙巴林业局与美国动物及人类活力化机构 LEAP 合作，共同于2008年成立婆罗洲马来熊保育中心。其保育中心主要的目的为维护动物福利啊、教育啊，还有这个研究和野放。所以大家一定都觉得很厉害，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问答环节吧，请鼓掌。
纽山贝、台湾黑熊，还有马来山贝。那它们这3种里面哪一个比较大，哪一个比较小？它们都住在那里，那它们会不会交配？嗨，你好。现在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亚洲有3种熊，其实亚洲有5种熊。马来熊 Sun Bear 是一种，亚洲黑熊是第2种，猫熊还是大熊猫是第3种，第4种棕熊 Brown Bear， 然后第5种是在印度大陆才有的懒熊 Sloth Bear。5种熊里头，谁的体型最大，谁的体型最小？答案是棕熊的体型是最大，马来熊的体型是最小。那马来熊的话有2个亚种，婆罗洲马来熊，然后亚洲大陆的马来熊。那婆罗洲的马来熊 Bornean Sun Bear 基本上是最小的，因为一只成年的公熊大概只有45到50公斤这样。不同的熊种可以交配结婚吗？杂交的情形是非常非常少，不过是有在野外发生的。比如说在柬埔寨几年前，马来熊跟亚洲黑熊的杂交，其他的熊，比如说北极熊跟美洲棕熊，有越来越多杂交的个体。名字为什么被称为太阳熊？可是它根本都不像太阳啊！那个熊是有太阳才出来的吗？ Sun Bear 中文名字应该是叫做马来熊，那也有人把它直接翻成太阳熊。太阳熊为什么叫太阳熊？ Sun Bear 为什么叫 Sun Bear？ 是因为每一只 Sun Bear 它们的胸腔都有一个斑块。那这个斑块有时候中间是空的，然后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太阳。请问马来熊喜欢吃些什么呢？爸爸你好，太阳熊最喜欢吃什么？黄博士，太阳熊是杂食、肉食还是草食动物呢？请问太阳熊一天的食量有多少呢Sun Bear喜欢吃蜜糖吗？有是说你叫蛤蟆，那你一直去找它，它会把你吃掉吗？马来熊是杂食性 omnivorous， 有什么就吃什么。比如说水果、野果的话，它们吃不吃？吃的。那如果说没有野果的时候，他们会去找其他的昆虫，其他的白蚁啦、蚯蚓啦、蚂蚁啦、虫虫、甲虫的幼虫，反正能够当食物吃的东西，马来熊都会吃。然后比如说他们在森林里头会碰到乌龟，吃不吃？吃。乌龟肉照吃。能够抓到一只青蛙，吃不吃？吃。所以他们是杂食兽，完全不挑食。像你们都挑食，对不对？挑食不好哦。对马来熊来说，如果说他们挑食的话，他们就得饿肚子了，所以他们不能够挑食。那马来熊一天要吃多少食物？以我们的中心我们中心现在有43只马来熊，我们算给他们的食物基本上是他们体重的1/10。那在野外的话就不一样了。野外的话，因为他们的食物来源是不可靠的，有时候找到，有时候完全没有食物，所以他们找到食物的时候，他们就要尽量多吃。那马来熊喜不喜欢吃蜂蜜？当然喜欢吃蜂蜜。那马来熊，我们在马来西亚，马来熊的马来名字叫做 Beruang Madu。 为什么叫 Beruang Madu？ 因为他们很喜欢吃蜂蜜段日子。那他们基本上会不会怕蜂叮他们呢？怕，可是为了吃那个蜂蜜，他们不能顾虑太多当然会被叮到一些，然后可是叮不会死就是了。我一直去找马来熊的话，它会不会吃我？那基本上马来熊身为一种最小的熊，其实他们很怕人的，他们很胆小的。他们一闻到有人出现还是一看到人，还是一听到人不用很近
只要他们一发现有人在那个地方，他们马上就会跑掉。所以我在森林工作的时候，我是不怕被马来熊吃掉。熊爸爸您好，我是动物报的陈妈妈。怎样分辨太阳熊的性别？是不是它眼睫毛比较长就是女的？ differentiate male and female sunbear。Hello Professor Wang， 为什么三贝的手指甲这么长？它的舌头有多长？它们有什么生活习性？谢谢。公熊或者是熊的动物都有毛毛，就是蛋蛋嘛，就是睾丸嘛，那如果说没有看到睾丸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分辨？还是可以分辨的，因为公熊通常个子比较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们的毛，公雄性的马来熊的毛会比较短，跟比较密。我一看我就知道说，这只是公熊。然后是不是它们的睫毛比较长？这个我倒没有发现，它们的眼睫毛是不是比较长？那可能是在卡通里头，他们画母熊的时候都会画的那个睫毛很长，这样。为什么马来熊的指甲那么长？马来熊的指甲很长哦，那些指甲很好玩，因为这个指甲它们长得越老，它们的指甲就会越长越弯。爬树的时候，他们用很强而有力的指甲，把它们抓到这个树干里头，然后这样子走到树上去，也可以用这个指甲去掰开，去抓开树干。它们的舌头有多长？我曾经量过，大概45公分。所以这个很长的舌头是干嘛用的呢？第一，为了觅食，这个舌头也是它们的觅食的工具。因为它们的舌头不只是长，而且还很黏，所以他们利用这些又长又黏的舌头来舔蜂蜜，然后或者是舔它们的食物，比如说白蚁啦、白蚁的蛋啦。然后它们的舌头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说，它们热的时候它们会喘气，就好像狗狗那样子，小狗热的时候会喘气。这样子的话，他们会把他们的体温降下来。大家好，你看我的帽子可不可爱？太阳熊住在哪里呢？为何它喜欢爬上树 ？Hello, Daddy Bear, Professor Wang. Why some bear built a nest up in a tree? 马来熊是最会爬树的熊种，它们很会爬树。它们在这个热带雨林里头它们有一半的时间基本上是在树上。它们睡觉的时候，它们休息的时候是一定要在树上，因为这是热带雨林。热带雨林的话，基本上每个下午都会下大雨，所以它们要找一个干燥的地方睡觉，所以它们必须要爬到树上。在森林里头，哪里是最干燥的？树上是最干燥的。下过雨过后那个蚂蟥那个水蛭巴占，有没有看过巴占？会吸血的那个巴占是很多，而且很猖狂。所以为了要防止它们被吸血，马来熊到哪里去？树上去，树上是最安全的。在树上的时候，它们有时候会筑巢，有时候它们就抱在这个树干那边睡觉，也有。三杯几样冲凉和几样生孩子啊？太阳熊是爸爸还是妈妈生出来的？第一个他们是用舔的，他们用舔的。那么我们也有看到说，在大热天的时候，这些熊熊会把身体泡在水里头，也会把一些肮脏的泥巴啦、泥污垢啦等等的这些东西把它清洗掉。下大雨的时候，熊熊是不怕雨的。他们玩水的时候，玩这个下雨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的身体稍微清洗一下。那讲到马来熊怎么样只生孩子，第一，当然他们是由他们的妈妈，就好像你这样子，是由妈妈生的。生出来的时候很小，大概只有300个，小小猫那样子。然后这个小熊就喝妈妈的奶，
所以妈妈会喂奶喂到2-3个月了，然后这个小熊会跟着妈妈一直跟到3-4岁，所以妈妈很伟大哦。扇贝的大便是什么颜色的？粒粒还是长长，还是像人类的大便一模一样呢？太阳熊的大便对大自然有什么好处？你们有研究扇贝的大便吗？谢谢。讲到马来熊的大便 ，OK， 马来熊的大便就好像人那样子的哦，它是长条状的，然后什么颜色呢？是完全取决于它在吃什么东西。如果说它今天吃木瓜的话，是这种橘色；如果说吃玉米的话，因为有一部分的玉米没有消化掉，所以是会黄色。大便对马来熊很重要。那大便对于我身为一个马来熊的研究学者的话是非常重要，因为大便里头可以告诉我马来熊它在野外吃了什么东西。当它们吃了这个野果，它们把它们的野果的种子吞到肚子里头去的时候，它们在森林里头是森林的种树者。它们吃了这个野果，野果里头有果实，果实的种子排出来，从大便出来，那个种子之后在大便就开始发芽了。OK， 这个过程叫做种子播迁。所以马来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种子播迁者，都在它们的大便里头找得到答案。Hello, Professor Wong. Why are some birds endangered? 太阳熊在世界上还剩下几只？为什么那些人要把太阳熊拿去卖掉？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一半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掉了，也就是说，马来熊一半的家园被毁掉了。马来西亚的野生动物局跟国家公园保护局，他们有说，在西马来熊的族群只剩下300到500只而已。为什么人要贩卖马来熊呢？因为他们可以赚钱。小的马来熊 baby 非常可爱，那就有一些人就会想说，哎呀，这个熊好可爱，我要把它当宠物来养。饲养马来熊都是非法的，因为马来熊是受到保护的动物，没有任何人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去把马来熊来当宠物养。Why we celebrate Sunday Day on 16 May？ 保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是不是男性比较多？当你们把马来熊救回来后，训练好了，你们会把它送回哪些地方呢？比如森林，还是新的地方？在2015年，我们中心的第一只熊 Natalie， 它是在5月1号被野放到野外去。那为了纪念那一天，我们把那一天5月16号把它叫成马来熊日 Sunday Day。然后很巧的，5月16号也是我的生日，所以我的生日也在 Sunday Day。OK， 我们中心在那个照养熊的那个部分，大部分都是男生，可是也还有几个女生。然后我们的那个教育的那个部门那边是比较多女生，所以加起来都是差不多了，差不多。婆罗洲马来熊保育中心其中的一个宗旨就是做复育，就是把这个我们收养救回来的马来熊，把它训练好过后，然后再把它野放到野外。这些年来，我们把我们的马来熊是放到塔宾 Wildlife Reserve 大滨野生动物保护区。那这个保护区的面积是1200平方公里，是2个新加坡岛大的这个面积。而且你要试想看，那么大的一片森林里头没有任何人居住在里头，所以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爸爸您好，我们怎样知道熊在难过呢？他会哭吗？还是他会流眼泪？还有，我要谢谢你照顾全部的三杯，谢谢，拜拜。熊难过的时候，他们就会那种不动啦，就会躲在一个小角落不动的，人也不想看人，然后眼神就很呆滞，然后甚至他会这样子。然后他们会不会流眼泪？流眼泪的话，我们还没有看到说他们会流眼泪啦。那基本上流眼泪这个东西好像只有人类才会流眼泪。好。我看就是这样子了 ，OK，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哇，结束了，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记者会哦！谢谢熊爸爸，谢谢参与幕前幕后的每一位。通过记者会呢，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哦，希望你也一样。那在此我们也郑重呼吁各位呢，一起来保育森林，一起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太阳熊。OK，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包括我们可以跟BSBCC 跟进这个网站的讯息，然后通过 BSBCC 呢，我们可以去当义工，领养马来熊、太阳熊，购买资助太阳熊的保育工作的产品啊，然后支持 BSBCC 的宣导活动啊。例如呢，最近他们正在进行的这个画熊比赛，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哦，你们可以快去参加 ，OK？ 我们会在留言处放上这个链接。最后也是最容易的，就是为这一集呢订阅、按赞和分享出去，好不好？好不好？好啊！按赞、分享再加会 ，OK？再加什么都